本期看点：加拿大政府祭出移民大利多，新公布的快速通道移民抽签分数线创下历史新低，来到75分，同时超过27000名加拿大经验类别的移民申请者获得移民邀请。加拿大政府并鼓励国际学生以及香港青年移民加拿大。加拿大联邦移民部在上个星期六2月13号宣布进行快速通道 Express Entry 的抽签，向加拿大经验类别，也就是 CEC 中的超过27000名申请者发出移民邀请，最低抽签的分数线更达到历史新低的75分。加拿大的联邦移民部正推动着在今年核准40万1000名新移民的目标，在过去的1个礼拜之内，超过了27000人获得了加拿大政府的移民邀请，他们将通过快速通道项目成为加拿大的永久居民。加拿大联邦政府是在2015年引入快速通道移民系统，它适用于加拿大经验类移民、联邦技术工人类别移民以及联邦技术移民类别的移民申请。符合资格的申请人将进入加拿大移民的候选池内，并按照综合评分制度进行打分。加拿大移民局再根据分数的排名顺序抽选合格人数。回顾过去3年的抽选标准，快速通道项目的单次邀请人数从来没有突破5000人，而最低分数的门槛是415分。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连接到以下的加拿大政府官方移民网站进一步查看资料。除此之外，加拿大联邦政府在2月12号宣布，因为加拿大的国际学生在过去的1年中为当地带来的经济贡献超过了210亿美元，但是因为新冠疫情给国际学生带来了无数的挑战，所以加拿大政府决定为现在持有工作许可证或是还在加拿大念书的国际学生提供他们在毕业后的开放工作许可证，也就是 Open Work Permit PGWP。 同时，移民部长门迪基诺表示，将允许国际学生从国外利用网络教学的方式完成加拿大的整个学习课程，并且仍然有资格获得开放性工作许可证。加拿大政府鼓励国际学生在加拿大永久定居，因为他们有着强大的就业和语言的技能，因此他们完全有能力申请永久居民的身份。在2019年，就有超过了58万名的加拿大毕业生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为了在新冠疫情结束后加拿大经济复苏的考量，吸引技术移民是加拿大移民计划的核心。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的统计资料显示，在1971年，每个加拿大的老年人有着 6.6 个工作者支持生活，但是到现在，每个加拿大退休者只有3个工作者支持着他们的生活，而预估到2035年，每个退休者将只有2个年轻的工作者来支持生活。所以，加拿大如果没有移民来帮助满足老龄化人口的需求，现在年轻的加拿大人将缴纳更多的税款来帮助退休者们的生活。门迪基诺部长也提出另一项新移民计划，他通过提供新的开放工作许可证，吸引香港学生和青年到加拿大移民。这项计划将以2021到2023年期间为主。声明中强调，加拿大政府也将支援目前在加拿大并希望留下来在加拿大生活，或者计划在新冠疫情的旅行限制取消后来到加拿大的人们。这个新计划在今年就开始实施。加拿大政府还将加快想在加拿大学习者的申请许可，并且在加拿大的香港移民如果想申请延长逗留加拿大的时间，也可以不必缴交申请处理的费用。所以现在正在收看这个视频的您，如果想移民加拿大的话，可以趁着加拿大政府开放移民大门的今天马上开始行动。谢谢您的收看，我是粉红天平，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请帮我按个赞吧。
祝您健康愉快，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